2025年5月14日中午12点，演员甘薇通过微博甘薇521正式宣布与乐视创始人贾跃亭离婚，结束了这段横跨娱乐圈与商界的顶配婚姻。这场持续近6年的离婚拉锯战，以甘薇一句感情付出不对等画上句号，却仍在舆论场掀起轩然大波。截至发稿，甘薇贾跃亭离婚话题阅读量已破23亿次，丧偶式婚姻和40亿资产转移等争议词刷屏社交媒体。甘薇在声明中首次将离婚原因指向情感层面。他说：“19岁认识贾总，大学毕业结婚，我很少过问公司的事。但婚姻是需要经营的，我作为妻子在感情方面一味付出，得到的回报却少之又少。”他特别提到，因贾跃亭忘记自己生日而彻底心寒，最终选择拉黑对方。这也印证了早前传闻，贾跃亭和女秘书关系暧昧，甘薇甚至曾经默默容忍，替他收拾烂摊子。造孽！值得注意的是，甘薇在视频中特意澄清，离婚不是为资产转移。乐视最辉煌的时候，我们都没做过信托、保险等资产隔离，如今资产全被冻结，贾总想给也给不出40亿。他强调，所谓索赔40亿仅是法律程序需要，实际上并没有接受任何财产馈赠。这一回应直接回击了2019年离婚诉讼曝光时的技术性离婚质疑。当时甘薇索赔近40亿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，被指可能通过离婚切割债务。可不敢胡说，可不敢胡说。贾跃亭出生贫寒，他出生于1973年寒冬，在山西省襄汾县北高渔村的土坯房里。父亲是乡村教师，母亲务农，全家挤在漏风的3间平房里，靠每月30元工资度日。儿时的玩伴王彦虎回忆说，牛娃贾跃亭小名，小时候瘦得像根豆芽，但眼神总是滴溜溜转，鬼主意特别多。他常逃课去汾河边摸鱼，用柳条编蝈蝈笼卖给同学，还偷偷把家里的玉米偷出去换零花钱。1992年，贾跃亭考入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。大学期间，他倒卖通讯设备赚取第一桶金，从太原低价收购 BP 机，加价卖给县城个体户。毕业后，贾跃亭放弃了税务局的铁饭碗，跟着女友李丽去了原区县，在岳父时任副县长的帮助下，1996年成立卓越实业公司，倒卖钢材，开办双语学校，甚至承包砖窑厂。23岁就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贾老板。他后来在采访中说，当年骑着28自行车跑遍山西各县，车筐里总装着账本和公章，连睡觉都攥着合同。1995年，贾跃亭与原区县副县长之女李丽结婚。借助岳父的人脉，他拿下联通基站配套项目，一年赚了300万。2000年，李丽发现他与女员工王凡关系暧昧，一怒之下带着儿子离婚。贾跃亭净身出户，仅留下一辆2手桑塔纳。2003年，贾跃亭与太原富商之女王凡共同创办太原希伯尔电子工程公司。王凡出资500万，贾跃亭出技术，专攻电力配件。但这段婚姻仅维持2年，因王凡不满贾跃亭将资金投入煤炭贸易而告终。离婚时，王凡分得希伯尔30%股权，后来套现1.2亿。2004年，贾跃亭在北京认识了20岁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甘薇。那时贾跃亭刚创立乐视网，租住在海淀区3居室，办公室是客厅改的。甘薇回忆，他每天只睡4小时，吃泡面都在谈生意。2008年，两人结婚。2014年，甘薇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2016年，又生下一个儿子。2004年，贾跃亭押注互联网视频，在北京成立乐视网。他以版权分销模式切入，用低价买断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等剧独家版权，再高价卖给其他平台。
2010年乐视网上市，首日市值破100亿，贾跃亭成为创业板首富。2013年，贾跃亭提出平台加内容加硬件加应用的生态战略，推出超级电视、乐视手机、乐视影业、乐视体育等7大业务。他在发布会上豪言宣布，我们要颠覆传统行业，让用户为梦想窒息。为造超级电视，他砍掉广告业务，把成本价3999元的电视卖到1999元，主要靠会员订阅和内容付费盈利。2015年，乐视电视销量突破300万台，成为行业黑马。2016年，乐视资金链断裂的传闻甚嚣尘上，供应商围堵乐视大厦讨债，员工工资拖欠3个月。贾跃亭在全员信中承认节奏过快，但仍坚持蒙眼狂奔。2017年7月，贾跃亭辞去乐视网董事长，远走美国专注造车，留下122亿债务和下周回国的梗。这个梗成为著名网络流行语，至今内容仍在不断刷新。最新出逃海外讨债的著名创业者就是哪吒汽车 CEO 张勇。操！2014年，贾跃亭在洛杉矶创立法拉第未来 FF， 宣称要打造全球首款智能互联网电动车。贾跃亭租下废弃的百事工厂，带着200人团队从零开始。据早期员工回忆，老贾每天穿着工装裤在车间调试，连轮毂螺丝都要亲自检查。2017年 FF91 原型车亮相 CES， 凭借0到60英里每小时 2.39 秒的加速，震惊业界，但量产却因资金短缺一拖再拖。为维持 FF 运营，贾跃亭抵押美国房产，借高利贷，甚至向债权人承诺 FF 上市后优先偿还。2019年，贾跃亭申请个人破产重组，将资产转入债权人信托。2021年 ，FF 通过 SPAC 上市，市值一度达54亿美元，但因量产延迟，股价跌至1美元以下，被纳斯达克警告退市。2025年5月 ，FF 第2品牌 FX 原型车曝光，支持自适应巡航、自动变道等 ADAS 功能。贾跃亭在发布会上哽咽：“我们用9年时间证明，电动车不只是4个轮子加电池，而是移动的智能空间。”但 FF 至今仅交付15辆 FF91， 资金缺口仍达8.5亿美元。乐视崩塌后，贾跃亭在国内被列入失信名单，名下资产被冻结。贾跃亭在洛杉矶租住在月租2000美元的公寓，每天吃泡面、挤地铁去公司。前乐视高管刘虹说，他不是不想还债，而是把所有资源都压在 FF 上。他赌的是只有 FF 成功才能救乐视。2025年4月，他宣布成立成长吧奋斗者电商公司，将收益半数投入 FF 和还债，誓言2年内清偿147亿。2019年，贾跃亭的妻子甘薇在国内也被限制高消费，演艺事业几乎停滞。在离婚声明中，甘薇透露自己的新作品《桃之气泡》正在启动，并强调3个孩子是生命的光。这被解读为他试图摆脱贾跃亭前妻标签，重启事业的信号。贾跃亭的人生是一部充满争议的商业史诗。他从山西农村走出，用20年时间构建起横跨视频、手机、汽车的商业帝国，却因野心膨胀坠入深渊。他的故事里有3任妻子的爱恨纠葛，有乐视崩塌的惊心动魄，更有 FF 造车的孤注一掷。正如他在 FF 工厂墙上写的那句话，最伟大的梦想往往诞生于最绝望的时刻。无论结局如何，这个在悬崖边跳舞的冒险家都将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无法绕过的注脚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
什么上有两头牛啊？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， 母牛对公牛说你羞不羞啊？公牛说不羞不羞 I love you。